你不是我老公的亲妹妹，没有半点血缘关系。我老公把你接到这里来住，都没有知会我一声。不是金屋藏娇是什么？这栋别墅是我婆婆买给我夫妻俩当新房的。啊，房产证上也有我的名字啊，我有知情权。要说你们俩没有什么，郑一帆干嘛不跟我说？他偷偷摸摸的，就说明你们俩有鬼。凤大少奶奶欺负凤若不敢说出，被赶出凤家的主要原因，死命的往凤若身上安罪名。凤若浑身是嘴都讲不清，她除了哭喊她是被冤枉的，被算计的就不敢再说什么。她这样子反而让大家以为凤大少奶奶说的是事实，顿时看凤若的眼神染上了嫌弃及指责。有些人说凤若的亲爸那么坏，调换了女儿，让人家千金小姐过着苦日子，虐待人家千金小姐根是坏的。凤若就算在凤家长大，基因是坏的，与环境无关，从根里就坏了。凤若恶狠狠地抬头瞪相，曾经极力讨好她的大嫂，恶狠狠地到你满意了？你们都满意了吧？你们就是想毁了我，算计我的人是不是你们？事后他想来想去，认为下药算计他的人就是大嫂。因为郑华说了那瓶酒是从大哥那里拿来的，拿来时已经开饮过，只有半瓶的量。大哥不可能下药，那么就是大嫂。凤大少奶奶冷笑着，凤若，这是你咎由自取，你现在是不是很愤怒？哭天不应，喊地不灵，你前段时间是怎么对我们三个的？现在就是你的报应。他上前2步，狠狠一巴掌抽在凤若的脸上。凤若本就被他们打得脸青鼻子肿了，又挨一巴掌，脸上红肿的不像样。那凤若明白了，3个嫂子是在报复他，就报复他明知道3个哥哥出轨啊，没有替嫂嫂说话，反而站在哥哥这一边，帮着哥哥隐瞒。在嫂子们知道后，他还说嫂嫂们该找原因，为什么他的3个哥哥都出轨了呢？是不是3个嫂子做得不好？应该自我反思一下，哪里做得不好，守不住自己的男人，可把3个嫂子气坏了。凤晴出来充当好人，站在3个嫂子那一边，指责哥哥们不忠于婚姻及家庭，说嫂子们都为他们生儿育女了，他们这样做就对不起嫂子的付出。凤若还说过凤晴生儿育女怎么了？哪个女人嫁人后不会生孩子的？不会生孩子的女人谁啊？可能是她说的话太过气人，遭到嫂子们的记恨。凤晴和3个哥哥没有手足情，她和3个哥哥一起长大，他们都疼她，他们有手足情，那她会帮着哥哥说话，不是很正常的吗？嫂子是外人，哥哥才是亲人，她当然帮着亲人。况且他们这些家庭的男人，有几个真的能做到一生一世一双人的？当妻子的要看开点，只要老公还知道回这个家，还知道往家里拿钱，当老婆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不就是什么事儿都没有了？到现在凤若都不觉得自己有错，是嫂子和凤晴坏，联手针对她的。凤晴身边有个方先生，方先生那么厉害，嫂子们害他的事，凤晴真的不知情吗？对了，有件事忘了告诉你。凤大少奶奶想起了亲小姑子提醒她的话，她便凑到凤若的耳边，低声说道：“你是不是还在做着嫁入乔家当大少奶奶的美梦？告诉你哦，乔少其实和你我一样，是个女人。乔家只有一位少爷，那就是乔轩。”凤若霍地瞪着凤大少奶奶，满脸的不敢置信。凤大少奶奶呢，不会过多的说这件事，她告诉了凤若后，看到凤若不敢置信的样子，她好心情的对2个妯娌说道：“走，我们进去，外面冷死了。”她扭身往回走时，还对跟着出来的大妈说道：“以后没有我的同意，不许让这个贱人住进我的婚房，你们大少爷敢再收留他，问问他是否承受得起他老母亲的怒火。”凤若瘫坐在地上，失魂落魄的。不久后，郑一帆兄弟3人赶到了，看到凤若坐在地上，时而哭时而笑的，
脸上红红肿肿，印满了手指印，嘴角还有血迹，披头散发，衣着一单薄，冷得他的嘴唇都变紫了，整个人显得疯疯癫癫的。郑一帆那个心疼呀！阿若，兄弟三人快步走过去，围观的人在凤大少奶奶走后就跟着离开了。当然了，有关凤若的传言很快就传遍了江城。郑一帆脱下了西装外套，披到了凤若的身上。他的两个弟弟一左一右架扶起凤若。哥，凤若回过神来，扑入了郑一帆的怀里，大哭起来，边哭边说道：“是大嫂，大嫂带着二嫂三嫂把我打成这般，他们就是报复我，报复我之前帮着哥哥们，现在我落魄了，他们就落井下石。知道我在这里的人肯定是凤晴，凤晴和嫂子们联合起来对付我。大哥，我和爸就是喝了你拿给爸的那半瓶酒才会，大哥不可能算计我和爸的，只有一个可能就是大嫂下的药。”郑一帆连忙说道：“阿若，这种事你别乱说，没有证据的话别乱说，妈现在还没有气消呢。”那他心里也明白是老婆算计了阿若的，现在阿若已经被母亲放弃，他很自然的就偏向了妻子。夫妻一体，要是老母亲惩罚了妻子，他也讨不到好处的呀。二弟三弟，你们先带阿若走。我进去看看。郑一帆说着推开了凤若，将她交给两个弟弟，就要进别墅里去。妻子却在这个时候出来，跟着的还有他两个弟媳妇。郑一帆，你是没死过是吧？妈那晚说了什么你没有听到？还敢偷偷的收留他，还让他住进我们的婚房里，你经过我同意了吗？郑一帆，你想死就自己去死，别拖着我和孩子们跟着你一起死。妈就要从医院回来，让他老人家知道你背着他做了这些事，有你好受的呀。别以为你是妈的亲生儿子，妈就不会动你，你不是凤晴，没有继承的资格，妈又不止你一个儿子，随时都能放弃你，将你逐出家门。还有你们两个也是，你们想被逐出家门，别连累了你们的妻儿。郑一帆的两个弟弟立即推开了凤若，凤若站立不稳，跌倒在地上，痛得他哎呦了一声，就却没有人去扶他了。老婆，我也是看在20几年的兄妹之情，见他没有地方住，又身无分文的，才会收留他的。你不喜欢的话，我让他走便是。郑一帆还是害怕老婆告到母亲那里的。自从出轨被老婆知道后，凤若还帮着他这些当哥哥的，老婆对凤若就恨之入骨了。如今凤若落魄至此，他老婆不落井下石才怪呢，却又怨不得他老婆呀。那半瓶酒还是他拿给父亲的，凤大少奶奶冷冷的到现在就让他滚蛋，以后都不要再和他来往，她不是你们的妹妹，你们的妹妹是凤晴。这个贱人的亲爸还是害得你们和凤晴分离了20几年的坏人，你们应该恨他一家人才对。想想凤晴在他们家遭受到的不公平待遇，想想他们是怎么对凤晴的。郑一帆，你也有儿女，如果咱们的女儿被人调换了，那家人还虐待咱们的女儿，你怎么想？他说不出话来。很快，郑一帆吩咐佣人夫妻俩去，将他所有东西都收拾好扔出来给他。让他马上离开，以后都不许他出现在这里。二少奶奶和三少奶奶都看着自家男人，那两位少爷赶紧站到妻子的身边，嬉皮笑脸，低声道歉，低声承诺不会收留凤若等等。凤若绝望地看着兄嫂，她的脑海里只有完了，真的完了，那连哥哥都不收留她，她身无分文怎么办呀？就真的回亲生母亲那边吗？那是乡下，家里不算穷，但是乡下地方再有钱也无法跟城市比呀。他打小养尊处优，回农村生活，凤若内心就嫌弃得很，却也知道回归原生家庭是他最好的选择。不走的话，为了活下去，他只能去夜总会坐台。想到自己还是凤家少主时过分嚣张，
得罪过不少人，若是他去夜总会坐台，不要说那些男人怎么对他，被他得罪过的千金太太们，就也会指使人过去使劲的糟蹋他，折腾他。这凤大少爷夫妻俩会发生什么事儿呢？海玲能猜得到郑一帆出轨多年，被抓到后，凤大少奶奶嘴上闹着离婚，实际上并不想离婚，既是为了儿女，也是对郑一帆还有感情。只要还有爱，知道郑一帆收留了凤若，就不可能不闹。他没有再分心去打听那些事，忙着他在江城开公司的事情，要早点忙完。周五，陆东明会带着洋洋过来看他。周末2天，他总要陪陪那一大一小2个男人的。那此刻呢，海玲在看厂房的环境，那想着先租厂房，成立公司，等生意稳定，步入正轨，赚到钱了，再看看江城有没有适合的地皮，买下来自建公司厂房。没有地皮可买，就只能买下别人转让的厂房了。目前呢，不知道前路如何，只能先租着。阿七从外面走进来，径直走到海玲的身边，低声说道：“海玲姐，凤家有人想见你。”凤家来人了。海玲美眸闪烁，一时低声问：“是谁？”“凤晴吗？”“不是凤少主，是2个陌生的中年妇女，没有见过面的。他们找到这里来。”海玲防备地问道：“这是盯着我的行踪了？他只是来看看厂房，又不会久留的。凤家都有人找到这里来想见他，看来他盯着凤家，凤家同样盯着他。也是，他来江城只有一个目的，追查外公外婆的真正死因，以及夺回凤家的掌家之权，就这是大姨托付给他的重担。”很快，海玲便释然了。被盯着很正常，要是不被盯着，那才不正常呢。我出去看看他们是谁。他猜测可能是凤家家宴那晚参加家宴的某些人的太太吧。家宴那晚，凤家出席的人男女参半，阿七是跟着他一起去凤家大宅的。若是出席家宴的人，阿七会有印象。海玲带着保镖团走出去，在厂房门口停着一辆车，车上的人并没有下来。看到海玲出来了，副驾驶座上的女人探出头来，她戴着口罩和墨镜，遮掩着她的真面目，害怕被别人认出他们的身份吧。海玲不认识他们，就江城本市人却是很多人认得他们的。那海玲走过去：“海小姐。”对方眼睛弯了弯，在笑着和海玲打招呼：“海小姐，打扰你了，方便借一步说说话吗？”海玲看着他们说道：“2位大姐是。”“借一步说话也要我知道2位大姐是谁呀？”那2个人扫了一眼跟着海玲出来的几个人，并没有当即扯下口罩。副驾驶座上的那个女人说道：“海小姐还记得凤三叔和四叔吗？凤三叔和凤四叔与凤家主同辈，他们并不是凤家嫡系一脉的，并没有招婿上门，故而保留着凤姓。严格来说，凤三叔他们只是凤家主未出五服的族弟。由于凤家主不嫁直娶，他的小辈们对上族中的那些长辈都是按照凤家的辈分称呼，对方伯伯或者叔叔不称舅舅。海玲记得凤家3叔和4叔，主要是那2个人是孪生兄弟，长得一模一样。安宴当晚，他们坐的位置离海玲有点远，由于他们是孪生子，长相极为相似，海玲对他们印象深刻。如果他没有记错的话，凤若和郑华在楼上发生了那件事后，凤氏家族有几个人好奇心特别旺盛的，是跟着上楼去看了，看到郑华和凤若的丑事，吓得他们连滚带爬地滚下楼来，然后匆匆离开了凤家大宅。那凤家3叔是其中一个好奇心旺盛的人。凤4叔虽说没有上楼去看个究竟，不过在哥哥一副吓破胆从楼上滚下来拖着他就走时，他就猜到出了事，离开后问了哥哥，果然是出事了。之后几天里，兄弟俩都提心吊胆的，
生怕凤家主会找他们算账，同时他们也在想找出路，为他们两家找出路。那思来想去呢，他们能想到的出路便是海玲，跟着海玲混。虽说海玲初来乍到，还没有人脉，但海玲背后有几座大山。海玲的亲大姨是上任家主的大女儿，若不是几十年前出了意外，那如今的家主应该是管城商家那位商太太。那商太太在管城的丰功伟绩，凤氏家族的人都打听过了。那才是正宗的凤家女啊。你们是凤三叔和四叔的？海玲问道。两个女人留意着海玲的反应，说出自家丈夫的身份后，见海玲沉默，便知道海玲对他们的丈夫有印象。副驾驶座上的那个女人赶紧低声答道：“我是四婶，她是三婶。”海玲朝他们俩点了点头，温声问道：“你们出来的时候没有被人跟着吧？”“没有，我们后面有人帮忙善后的，海小姐不用担心啊。”海玲笑了笑：“我倒是不担心，不害怕，我是怕你们被发现了，传到了你们家主的耳里，对你们不利。他过来就是冲着凤家的，会接触凤氏家族的人再正常不过了。他要是不找凤氏家族的人，反而不正常。但是凤氏家族的人只要来找他，就要考虑到后果，万一被凤家主发现，受到了惩罚，可不能怪他呀。”两位太太眼神里流露出些许的惧意，不过很快三婶就说道：“海小姐，方便私聊吗？”“方便呀，我随时都方便。去哪里私聊？你们说个地址，我随后就过去，最好还是不要一起。我想我较显眼一点。”海玲话里话外都有着对他们的关心，替他们考虑安全问题，这让两位太太心安不少。丈夫在家里思前想好，提心吊胆了好几天，想到家主对他们这些旁系的族人冷淡得很，也不怎么给他们机会发展，能力特别出众的还会遭到家主的打压，始终难以出头。两家人坐下来偷偷地商量了2天，最后一致决定向海玲投诚，跟随海玲，赌海玲能赢吧。若是海玲赢了，他们是最先跟着海玲的，那想来以后发展不会差到哪里去。他们家老人还活着的时候，私底下不止一次在他们面前回忆着上任家主的度量。虽说上任家主也有很辣的一面，但上任家主有容人之心，族中的人只要有能力的，上任家主都会给他们发展的空间，而且能做到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。在族中人的心里，上任家主才是真的想让凤氏家族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强大的人。一个家族肯定要靠这族里的人齐心协力才能壮大呀，那仅靠嫡系一脉啊，哪能成呀？再说了，如今的嫡系一脉还闹出过真假千金的事情，就算真千金被找了回来不过2年时间，凤晴会飞也飞不了那么快啊。目前瞧着凤晴还不错，始终是家主亲生女儿，那基因遗传在那里，谁知道以后会怎么样？万一还是像家主那样，族中的年轻一辈又是没有出头之日的，凤三叔兄弟俩是没啥指望的了。他们现在谋求的无非是盼着孙辈能得到重用，能够发展起来。就去丰泽大酒店吧。四婶深思地说道。江城最出名的2大酒店，一是丰泽大酒店，一是广元大酒店。这2家大酒店都是江城最好的酒店，以前2家酒店是竞争对手，经常因为竞争上热搜的。这现在2家酒店的老板谈起了恋爱，竞争关系还是存在的，就是温和了点儿，不像以前那样恨不得你死我活。四婶是想到丰泽大酒店背后的老总是管城战家3少爷，战家之名在江城还是很有存在感的，主要是战浩宇追求乔涵，从而打响了战家在江城的名声。哪怕名声不太好，至少江城人都知道了管城首富战家，战浩宇我就追个老婆而已。
还带响了我家族的名声。丰泽大酒店安全级别高，去那里他们能放松一点神经。海玲没有意见，她对两位太太说道：“你们稍等片刻。我打电话订间房。”说着，她转身走开，再掏出手机打电话给战浩宇，问战浩宇丰泽大酒店最安全的房间是哪间？我想借来用用。就不会有人去偷听，闲杂人等也去不了的。战浩宇想都不想就答道：“位于顶楼的总统套房了。现在是我住着，海玲姐要用的话，我借给海玲姐用一用。好，有2个凤家的太太会先过去，安排可靠的人悄悄带他们上楼，避开监控，别被拍到。”战浩宇笑道：“姐，你放心，我会安排好的。你让他们过来，快到酒店的时候，就打个电话给我的人。”说着，他说了一个手机号码给海玲记住，海玲姐到时候也打这个号码，会有人带着你上顶楼，我等会儿就回去。那套房现在是战浩宇住着，其他人没有办法打开套房的门，战浩宇只能回来一趟呀。麻烦你了，姐跟我客气了。海玲笑笑：“行，不跟你客气。你先忙，我跟他们说一声，这里去酒店车程大概要20分钟，我大概半个小时后到。”好，结束了和战浩宇的通话，海玲走回到2位太太的车子前，对他们说道：“我已经安排好了，你们现在过去，快到酒店的时候打这个号码，会有人等着你们，带你们避开人群，直接上楼的。”他将战浩宇告诉他的那个手机号码说给3婶妯娌记住，并低声说道：“你们先过去，我等10分钟后再出发过去。”好，2位太太低声应着，他们没有迟疑，也没有停留。4太太按上了车窗后，这负责开车的3太太立即开车离开。就等他们走后，海玲转身往回走，继续跟房东谈一下租厂房的事。这处厂房不算大，刚开始呢，他也不需要太大的地方，一口吃不成胖子，总要慢慢来嘛。谈妥后，海玲当场就和房东签订了合同，支付了押金以及1个月的租金。办好了这件事，海玲才带着阿七等人离开，慢悠悠地回丰泽大酒店去。她本来就住在丰泽大酒店，所以她回那里很正常。路上有点堵车，本来20分钟的车程，花了半个小时才回到，算是顺畅的了。若是遇到下班高峰期，能堵得你怀疑人生。没有1个小时，怕是都回不来。战浩宇安排的人在酒店1楼等着他，他一进酒店，那人便迎上前去，低声地说道：“海小姐，请随我来。”海玲点点头，示意对方前面带路。数分钟后，海玲姐，战浩宇还在套房里等着海玲。海玲刚到，他就出来开门了。浩宇，谢谢啦。都说了，姐不要跟我这么客气。姐，你们慢慢聊，我去做事了。战浩宇从房里出来，让海玲进去。他对阿七等保镖说道：“你们在这里守着，不要让任何人靠近。虽然顶楼不是谁都能上来的，还是防着点好。”阿七等人呢，就恭敬地应着。战浩宇交代完毕，便离开了。海玲进去的时候，凤家那2位太太已经坐在沙发上，他们的面前也各放了一杯温开水，茶几上一摆有招待他们的点心、瓜果等。海小姐看到海玲进来，2人自沙发上站起来，随即他们摘下了戴着的墨镜以及口罩。既然他们商量好向海玲投诚了，总要以真面目示人的。2个人的年纪不年轻的了，不过他们会保养，也舍得砸钱去保养，就让他们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。2位婶婶请坐啊。海玲客气地请着他们重新坐下来，那他则是去给自己沏了一壶茶过来，茶壶放在茶几上，又给自己倒了杯茶水，说道：“我喜欢喝茶，提神。”2人笑笑。3婶说道：“我们年纪大了，不怎么喝茶了，喝了茶晚上会睡不着。”
海玲喝了半杯茶后，请他们吃东西，两个人都客气地推拒。凤三叔和四叔有什么话，让两位婶婶带给我的。海玲没有跟他们拐弯抹角，主要是与他们不熟，没有能闲聊的话题，干脆就直接切入主题。我们家那位说海小姐需要用到我们的话，尽管吩咐，我们两家人会拼尽全力帮着海小姐。说话的是凤三婶，四婶点头附和。她很想在海玲面前吐槽家主的为人，记着出门时丈夫对她的千叮万嘱，她又忍住了。丈夫说他妯娌俩过来，只需要将他们两家人的意思表达出来就行，其他的不用多说。海玲是管城那边挑出来的代表送过来的，估计早就摸清了凤氏家族的重要人物，就他们不用多说。话太多反而留给海玲不好的印象，毕竟舌头太长的人就守不住秘密啊。那海玲笑了笑，承蒙三叔和四叔看得起我，麻烦两位婶婶也帮我带几句话回去给两位叔叔。我外公外婆当年怎么死的，我总要查个清楚明白。是属于我们的东西，我们一定会拿回来；不属于我们的，我们也不会要。凤氏一族如今在江城呢，快要跌出了豪门之列，越来越烂，这不是好事情。在江城，凤氏一族那可是100年的名门望族呀。我想族中人肯定都希望凤氏一族能够重新起来，不说要重回巅峰时期，至少也要在中间的位置呀。世家大族靠的是大家齐心协力，共同发展咱们凤氏一族，振兴凤氏家族还得靠年轻一代啊。咱们族里年轻一代只要有能力的，都该得到重用。两位婶婶说是不是这个理？凤三叔兄弟俩一把年纪了，就算有野心也没有了精力，他们图的无非是子孙的前途。海玲这样说等于是许诺了，若是家主之位重回他这一脉，族中年轻一辈只要有能力的，他都会用让大家呢在适当的岗位上发光发热，表示他是个能容人的主。两位太太对视一眼，交换了眼神。四婶说道：“海小姐说的对，海小姐不愧是上任家主的后人，上任家主就是这样想的。他还管着凤氏家族时，我们凤氏家族在江城还是让人不敢轻视小细的家族，不像如今大家都不将他们凤家放在眼里了。上任家主还当家时，凤三婶妯娌都还没有嫁进来，他们当时的年纪在6岁到12岁之间，就压根儿就不懂得世家大族的事，但他们的丈夫对以前的事多少还是有点印象的。至少他们在上学的时候，只要说他们是凤氏家族的人，都没有人敢欺负他们。后来又老听家里老人提及上任家主的为人处事，他们听得最多。可惜的是家主晚婚晚育，生了2个孩子后导致身体变差，3天2头就生病，才给了现任家主机会。你们也不用担心安全的问题，只要你们在族里不炫耀，不作死，我可以保证你们在江城的安全，就是安分守己，做什么事私底下做，不要太嚣张，一般不做就不会死的。要是他们太做，别说海玲不保他们，也不敢用他们呀。我们一直都很低调的，我们两家人不会拍马屁的，就只能低调做人。他们也的确无法往家主身边凑，脸皮也不够厚，拍不了马屁。虽说他们在凤氏家族还算有点地位，那是因为和凤家主的关系未出五服，跟家主还算是堂兄妹的关系，家宴才会请他们。若非如此，家主办家宴早就没有他们一席之地。海玲拿出了2张名片，分别递给妯娌俩，说道：“这是我的名片，你们拿回去交给3叔和4叔。保存了我的手机号码后，名片可以毁了，免得被人发现捅到家主那里去。有什么事可以打电话给我，我能帮到你们的一定会帮的。其实是让两家人帮他留意着，
凤家大宅里的一举一动。这两家人目前一共有多少口人？人品如何？能力如何？那海玲都有他们的资料。可以培养一下，成为他的心腹啊。谢谢海小姐，有海小姐这句话，我们就放心了。不过，海小姐最主要防的是凤晴少主。那个丫头，别看她表面弱弱的，其实是个扮猪吃老虎的人。还有她身边有个方先生，那个方先生非常厉害的，历任家主身边都有一位忠心耿耿的助理，那方先生便是凤晴的助理。两人提醒着海玲，他们听说海玲和凤晴似乎聊得来，凤晴是没有凤若那般目中无人，瞧不起他们，但是凤晴身边有了方先生，等于是坐稳了接班人之位。海玲若是赢不了凤晴，下一任的家主就是凤晴，他们如今选择向海玲投诚，就等于是站在了家主母女俩的对面。当然希望海玲能够扳倒家主母女俩。不要感情用事啊！凤晴少主那软弱可欺的表面，太容易骗人了。谢谢两位婶婶的提醒，我会的了。凤晴是个扮猪吃老虎的人，海玲早就知道。凤家那么多人，她和凤晴接触的次数最多，对凤晴她可能了解的最多。凤晴在她面前也毫不隐瞒，流露出来的都是真性情。海小姐，那我们先回去，以后有事再联系。那海小姐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帮忙的，也尽管说啊。海玲起身相送，送他们出了套房，还送到电梯口，看着他们重新戴上墨镜和口罩走进了电梯，海玲才转身往回走。她回到了套房里，收拾了一下茶几，这才从里面出来。锁上门后呢，她问阿七没有人上来吧？没有。他嗯了一声，对保镖们说道：“我们也走吧。”几名保镖默默地跟着他离开。云城，位于云城繁华地段的某家新公司，有着28层楼高的办公大厦。这家新公司刚成立不久，由于是管城苏氏在云城的分公司，哪怕才成立没几天，公司里的职员已经不少呀，大多数都是苏腾从各处调过来的。他明着跟程家人说他过来出差的，事实上苏氏在云城的生意连皮毛都不算的，但为了方便追妻与程庆发展感情，苏腾当即就成立了分公司，从各处调来了精英，给他们下了命令，要让位于云城的分公司迅速站稳脚跟，并成为云城极具规模的公司之一。苏腾大手笔买下了28层的办公大厦以及数处厂房，他这一举动无疑在云城的商界圈里砸下了一块大石头，搅动了看似平静的湖水。众人私底下打探清楚苏氏有限公司的底细，知道是来自管城苏家后，前来与苏氏有限公司谈合作的。云城商界大佬们啊，那是络绎不绝。就有些人更厉害一点，打听到苏腾在云城的时候，长期住在程家武馆馆长的家里，跟程家关系匪浅，然后家里有适龄儿童的，都往程家武馆送来学武，既能让自家孩子强身健体，他们还能打着接孩子的旗号在程家武馆晃悠，晃悠的次数多了，总能偶遇到来武馆的苏腾、苏大少主。吃武的程家人接触的商界大佬不多，他们也不关心别人开公司赚多少钱，故而还没有意识到他们程家武馆已经入了云城商界圈众人的眼啊。程家人只知道苏腾很忙，每天早出晚归，出差了这么长时间，都还没有处理好事情，大有在他们家长住的架势。不过苏腾的为人处事、性格方面，让程家人很满意，很喜欢，巴不得他常住呢。那最好就是变成女婿，就是苏腾年纪大了点儿，比他们家程庆大了10岁呢。那说虚岁的话，还大11岁。此刻位于28楼的总经理办公室里，苏腾坐在半月形的办公桌内接听电话。
电话是他老爹打来的，他不敢不接。不接的话，他老爹老娘马上就能坐私人飞机飞过来，向程家提亲。问题是，他还没有向程庆表白。双亲要是过来提亲，会吓到程庆的。他的命定之女相处了一段时间后，他是深深的爱上她，因为深爱，所以害怕吓到她。天不怕地不怕，向来只有人怕他的苏少主，在程庆面前绝对是个软脚虾，怕这怕那的。苏腾，我就问你一句，我和你妈什么时候可以去和亲家见见面？提亲的厚礼都准备了数回，我和你妈只要想起缺了点什么，就立即补上，就保证提亲的厚礼周全。苏家主心急是真的心急，长子的年纪4舍5入法就是40岁了，跟陆东明一样是管城的大龄剩男，他能不着急吗？爸，我还没有向程庆表白呢，你们来提什么亲呀？苏家主骂道，这都多长时间了，你还没有向他表白，咋回事？那他有喜欢的对象，还是你不敢表白？爸，你是觉得时间很长了，其实算起来也不长的，我来云城都还不到1个月呢。程庆把我当哥们，我还不好表白，也不敢表白，总要相处时间再长一点了才能表白吧。苏家主在电话那端恨铁不成钢的，你的胆子呢？这天都下红雨了，你苏腾居然也有害怕的时候。别人一见钟情的都敢表白，你和我未来儿媳妇都认识了2、3个月还不敢表白。苏腾，你不想抱老婆，你爸我还想抱孙呢。苏腾，爸，我也想，我就是怕程庆知道我对他的感情后接受不了，他性格颇男性化，喜欢将男性当哥们，况且我比他大那么多岁，年龄不是问题，你不向他表白，他不知道你对他的感情，不就将你当成哥们了？你要是表白了，他知道你对他是那种心思，就不会再当你是哥们。人家程小姐那么好，你不抓紧时间，她被别人抢走了，你可别回家里哭啊！给我和你妈安排地方住，我们过2天就去云城一趟。上次要说去的，被你一顿劝，我和你妈只能忍住不去打扰你们。但是你这般没用，我和你妈不去推波助澜。这马上又要过年了，年一过，你又老1岁，你不急，我们急。主要是儿子有那样的病，除了程庆能让儿子当个正常的男人，程庆就是唯一能救苏腾的人。一天不将程庆娶进苏家门，这苏家主夫妻俩都无法安心。那若是程庆喜欢了别人，嫁给了别人，他们的儿子只能打一辈子光棍。他们也是普通的父母啊，为了儿女也得操碎了心呀。苏腾，离过年还有1个多月呢，1个多月晃眼就过去了。你以为1个多月很长，年一过，又等着过年了。日子就是这样流逝的，不抓紧点，转眼间你就满头白发成了个老太公。看谁还喜欢你个老头子。他爸说话越说越过分了，他还未到40岁，正当壮年呢，在他爸嘴里他已经成了个老头子。老苏，手机给我，我和苏腾说说。那一旁的家主夫人也想骂儿子几句，苏腾赶紧对父亲说道，爸，我还在忙着，分公司刚成立不久，很多事情都要我处理的，跟我妈说，改天有空了我再和她煲电话粥。说完他就挂了电话。